如何判斷在異性的眼裡，你的整體外形、氣質合不合格？他認不認可你？你們可不可能突破一般社交距離，進入120公分的私人空間？其實，在你們第一次見面、眼神交匯的3秒內，他的眼神訊息已經告訴你。如何讀懂這個訊息？在第3章的內容，我會跟你分享。拿掉文明的濾鏡，真相很殘酷。我擔心這支影片發布之後，有多少的情侶會面臨分手？但是轉念一想，拆散一對怨偶，或許是成就2對佳偶最好的辦法。其實我在整理這一篇文稿的時候，心裡感到很糾結。在感情的世界裡面，我們常問：你愛我嗎？你是不是在騙我？或所以愛會消失，對不对？今天我們就用行為學大師 Desmond Morris 的經典親密行為，從大師的視角來解讀親密關係當中的12個重要步驟。我們都知道，文字可以偽裝，聲音可以演戲，但我們的本能、肢體語言是騙不了人的。他是不是有第三者？他的心還在不在？答案全都寫在肢體語言裡。以現代的人文風格，如果已經弄到要去查對方的手機、翻通訊軟體，那我要提醒你，不管你有沒有找到證據，從這一刻開始，你們之間的信任已經崩塌。這種裂痕極難修補，甚至從這一刻開始，你們已經把彼此推開，越走越遠，回不來了。接下來我們就來解讀最重要的12個關鍵步驟。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，歡迎你在評論區裡面留言，我們馬上進入重點。依戀的關係與崩塌。Morris 指出，人類親密行為的根源從母嬰連結開始。我們從媽媽的肚子裡無時無刻可以聽着媽媽的心跳聲，到我們來到這個世界，媽媽把我們抱在懷裡的安全感，這是我們來到這個世界第一個認知跟習慣。所以這種安全感是從媽媽肚子裡就寫進我們的基因裡。當我們愛一個人的時候，會退化成一個小孩子，渴望被抱抱，渴望感受到對方的氣息，聽着對方的心跳會有安全感。這不是戀愛了，這是我們的基因尋找安全的歸宿。如果你發現曾經黏着你的人，現在你一靠近，他的身體就下意識的緊繃轉向。在行為學上，這叫防禦性屏障。當一個人心中有了另一個避風港，他對你的依戀就會轉移。這不是因為他變成熟了，而是他的安全感來源已經發生了偏移。親密行為的12個進展步驟。Morris 提到，從陌生到深度連結會經過12個感官階段。這個順序如果錯亂了或中斷了，關係就會卡住或出現問題。從1到3是屬於藍色區域。1眼對身，從看見開始是最初的觀察。2眼對眼，是眼神互相確認的信號，產生初步的連結。3話對話，開始語言的交流。如何判斷自己在異性的眼裡跟社交場合，你的整體外形、氣質合不合格？對方認不認可你？其實在初次見面的前3秒內，對方的眼神已經告訴你了，只是以前你可能沒有注意而已。而且這從異性的眼裡更容易看到自己。如果你走在路上或陌生的社交場合，都沒有異性多看你一眼，那表示你的整體外形、氣質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。你可以找1到2位外貌一般的異性，在無意間用眼神跟他對視2到3秒。如果對方的眼神是很正常的移開，這代表你是及格的。如果對方的眼神有不耐煩或不好的表情，這表示你的整體外形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。如果對方的眼神是善意的，這表示你是被認可的。切記不要去找高顏值的異性做測試，因為他們從小就習慣被注視，所以很容易誤判。如果你發現有異性看你，當你發現時，對方馬上做一些掩飾的動作，例如看手機、整理衣服等等。只要發現第2次，對方一定會跟你點頭或是跟你微笑。Yes, bingo， 連線成功。對方對你很有興趣。如果你們2位都是單身的話，那你就自己想咯。接下來4到6是屬於黃色區域，超越了一般社交的領域。4手對手，第一次的接觸，
通常是握手或是過馬路的時候輕觸。5、臂對肩，也就是進入120公分的私人空間。6、臂對腰，這是關鍵點，代表進入了超越普通朋友的關係。尤其是5到6，這已經是進入了曖昧的試探，也許已經很曖昧咯。接下來7到12是屬於紅色區域，進入了深度的親密行為。7、凝視與親吻的預備。8、手對頭，撫摸頭髮、捧臉，這是極度信任的訊號。9、手對身，接觸範圍擴大。10、口對口，彼此交換基因的訊息。11、游離式的肢體接觸，這是高度的感官信任。12、知行合一，超級賽亞人合體。以上的7到12是深度的親密行為。從5到12的詳細內容，以後在會員頻道裡面細說。觀察焦慮與謊言的信號，這是觀察忠誠度的關鍵。當人在隱藏秘密時，壓力會飆升，身體會啟動自我安撫的行為。當你問昨晚你去哪了，他開始搓手指、摸頭髮、整理衣服，這是在模仿母親安撫嬰兒的行為，來緩解當下的焦慮跟壓力。當這類的動作頻率異常提高時，代表他在你的面前已經啟動了偽裝防禦模式，他的大腦正在編寫一份你可以認同的腳本，但對方的行為反應卻背叛了他想扮演的角色。手機等於是現代人的第三者，雖然手機已經成為最大的親密替代品，正如網友的評論，現在的年輕人上廁所不帶手機，連屎都拉不出來。但你可以觀察，當兩個人坐在一起，他手機卻不離手，螢幕總是朝下，連洗澡都要帶進浴室，連睡覺的時候都要把手機壓在枕頭底下，這種行為一定有鬼。雖然手機是現代生活跟業務的工具，但當一個人對手機的依戀超過了坐在他面前的你，這表示他的親密能量正在被吸往另外一個地方，也是實質上的情感缺位。當情感產生障礙，時間久了就會演變成冷暴力。當一個人連拍拍你的肩膀、牽牽你的手都覺得是多餘，這段關係在生物學的意義已經走向終點。如果他不在你身上追求5到8的親密依靠，那必然是在別處找到情緒的出口或滿足。我們來總結重要的3種訊號。當親密行為的步驟倒退，從高階的親密互動往後退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，只剩下一般的社交時，這是對方已經關閉了親密行為的權限，開啟了屏障模式。若對外人所謂的朋友開放了第5到6階段的行為空間，這絕對是不正常訊號。如果你們只剩下11、12的高階親密行為，不再有5到10的行為依靠，這只是剩下名存實亡的義務行為。在商業世界，精準的觀察是為了要降低邊際成本，達成交易；在感情的世界，精準的觀察是為了深度的修復與及時止損。如果對方不再牽你的手，你與其憤怒，不如想想你們有多久沒有進行靈魂對話了。看懂訊號就是修復感情的指南針。我們學習親密行為的12個步驟，不是為了要當一個拆穿者，而是要看懂溝通的斷層跟行為的異常。這是靈魂透過身體在發出求救信號。看懂訊息是本能，如何處理則是我們的修養。當你看懂訊息，這就是感情偏移修正的導航，但也不要讓自己裝睡，用沉默跟退讓把自己逼到牆角，讓自己沉淪。與其內耗，不如真實面對，心平氣和的去處理兩性之間的關係。如果你有心儀的對象，就好好的發展你們的關係。如果對方對你開放5、6、7的訊號跟行為空間，你也要接得住。感情的世界並不是單方面的付出，我們祝天下有情人都能互相扶持到人生的終點。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裡，如果你有更好的見解，歡迎你的留言。我是月月，我們下一集見。